男人听见狗狗狂吠的声音，顿时察觉到危险，加速奔跑后，从桥上一跃而下，冲破玻璃进入房间，在爆炸发生前救出了一只小狗。狗主人前来道谢，男人竟开始散发魅力。I just live by the ABCs: adventurous, brave, creative. That's everything I want in a man. 一声火车声响起，男人又一次因为白日做梦错过了时间。可谁又能想到，这个爱做梦的男人竟独自完成了一次壮举。沃特在生活杂志社的底片部门工作，单身至今的他工作兢兢业业。可就在自己42岁生日这天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因为杂志社即将转型网络，照片底板可以直接发到公司，也就不再需要底片部门，他很有可能失去工作。更加头疼的是，新上任的总经理对沃特这样的员工非常瞧不起，而他的任务正是要解雇这些老员工。虽然接下来的日子注定不会好过，可沃特现在正关注着另一件事情。他一直暗恋着女同事谢丽，听说她刚刚离婚，沃特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。可因为自己的害羞腼腆，沃特一直都不敢主动和对方说话，总是幻想着如何帅气地出现在女神面前。The ice, Jace. She moves like a woman. I'm Walter. Meet me. 看着谢丽迷恋的眼神，沃特多么希望成为那个勇敢的男人，可现在的他却只能呆呆站在原地，成为了同事眼中的笑柄。沃特来到他在地下的仓库办公室，这里存放着20年来杂志照片的底板档案。沃特从没有发生过差错。这天，大摄影师肖恩送来一套作品，同时还带来一份生日礼物。每一次沃特都能将照片洗出肖恩要的效果。肖恩送给他一个钱夹，上面刻着生活杂志的座右铭，表示对沃特努力工作的肯定。可是助手将底片整理好后，却发现25号底片不见了。还没等二人仔细寻找，同事通知他上楼开会，重点是要带上25号底片。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沃特只能让助理先寻找，自己先去应付总经理。原来这次是公司最后一期杂志，摄影师肖恩特地发来电报，建议用25号底片做封面。上层领导也很重视，可25号底片已经不知去向，沃特只能用技术问题当借口，准备拖延几天。他猜测也许是肖恩忘记了这张底片，便鼓起勇气找照片部门的谢丽寻求帮助。然而肖恩从不使用手机，又常年在世界各地漂泊，两人只能从其他底片入手，也许可以找到一些关于肖恩的线索。很快他们在水中的倒影里发现轮船的名字，谢丽刚好要去公园接儿子，沃特非常乐意一同前往。一路上他们聊得非常愉快，在公园里沃特给谢丽儿子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没想到这个看着无聊古板的男人竟对滑板非常在行。谢丽查到那艘船应该在格陵兰岛，这让沃特犯了难。